各位，日本这几天呢，他的这个作为啊，就像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那个屁股中间那个眼儿拔罐子，作得紧，死得快。根据这两天中国央视和官媒的连续造势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中国有很多的这些民间的观察家认为中国可能真的要打日本了。这个情景就跟当年自卫反击战以前啊，那个当时的那个舆论环境都差不多了呀，而且呢，用词呢是逐渐的严厉了。有人说那还没提勿谓言之不预也了，不过这个词儿即便是提了，中国的网友也不把它当真了，因为这个事儿最近说的太多，是吧？不过呢，从这个央视的连续造势来看啊，可能是中国民间的有一些这个舆论压力啊，上面也不得不考虑了。这个日本呢，他在4月17号熊本县部署了射程1000公里的25式地对舰导弹，覆盖了中国东部沿海军港以及台湾海峡的北口。这个点仅距上海800公里，可以直接威胁中国的核心经济与军事目标了。而且呢，他们同步推进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射程是1600公里啊，形成了对华东华南的这个战略打击网络了。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央视已经提出了这种警告。日本防卫省日前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宣称，这些导弹是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从部署的点位上看，是靠前部署，加上1000公里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海峡北口。而且这个点位距中国上海很近，如果对中国军港发起各种反舰作战行动，它的覆盖范围也能达到。我一直提醒啊，我说这个中国虽然防空网络很厉害，但是呢，防空网络它也要是有一个响应的时间的，也要有一个拦截率的。那如果人家小日本真发了疯了，那一气儿弄个1000枚导弹，朝着中国各个重要的军事目标，包括航空母舰给你砸过去了，你即便是拦90%行吗？但是仓促之下，你可能还达不到90%，那中国那个损失可大了去了。我一直提醒有这个风险啊。现在你看啊，央视也意识到了吧，各位。而且呢，日本对中国的挑衅是专扎你的痛处，是系统性的挑衅。日本的一艘服役27年的雷式驱逐舰啊，这也是一个老古董了，一个破铜烂铁，专挑马关条约这个耻辱的签署日，就是100年前的那种耻辱的签署日，专挑这个时间通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里磨磨蹭蹭走了将近20个小时。干嘛去了呢？专门绕路去参加菲律宾、美国及其什么这个五眼青联盟举行的军事演习去了，那就是对中国的呀。人家专门绕路在你的台湾海峡给你过去，那意思就告诉你，中国是个菜鸡，我不怕他，你看我来之前就羞辱他了，专挑马关条约这个日子。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你能奈我何呀？那么，和澳大利亚的护卫舰交易背后，究竟隐藏着日本怎样的战略算计？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带来的解读。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有3个目的，其一呢，通过出售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订购这种改进型护卫舰的
过程当中，它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订单分摊成本。这样的话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仅可以买到或者是装备这种更先进的新式护卫舰，而且呢，支付的费用也会降低因为最上级护卫舰它第2批次的生产数量会变得更多，那单件的成本就会下降。其二呢，日本可以通过最上级护卫舰强化和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那么一旦澳大利亚引进最上级护卫舰，并为之打造配套的保障系统和这种维修的体系，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同型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补给、进行维护就会变得更加方便。所以呢，日本正在通过出口战舰的方式去带动它的海上自卫队走向更远的区域去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其三呢，现在日本是急于融入奥库斯同盟体系，通过向澳大利亚提供战舰，日本也会换回别的军事资源，或者说呢，也会在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框架内更进一步会和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进行更多层面的防务技术开发，以及进行更多的联合军事行动。日本向澳大利亚提供护卫舰，不仅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更是要谋求加入美国主导的更多的军事小圈子、小团体，而且呢是要为它出兵海外铺路搭桥。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尤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这种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日本对中国是系统性的挑衅和羞辱，一个战败国出口进攻性的武器给澳大利亚，不仅要保卫菲律宾、保卫台湾岛，而且小日本要保卫澳大利亚了。那有人说了，哎呀，听了就生气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是原来的5倍，同时提升了打击精度。从熊本县建军驻屯地发射，覆盖范围可以包括朝鲜半岛全境、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中国东部沿海核心区域以及台湾北部周边。25式高速滑翔弹此前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射程数百公里。日本目前正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3月13号，日本防卫省还正式接收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用于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这也是日本首次装备外国制近空型导弹。除去常规导弹，日本的核原料储备也相当惊人。据解放军报报道，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44.4吨分离布，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且，日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3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外界有个说法，说日本距离核武器只差一把螺丝刀。就是说，可能经过简单的这种技术改造日本它大量的这个浓缩铀或者是这个核燃料就可以转化为核武器，可能就会被制造成这个原子弹。而且呢，日本国内它的这种核材料的储存量是非常大的。那么造原子弹、造核武器可不是1枚2枚，那可能是几十枚、上百枚，甚至是数量更多。而且呢，日本它是有核武器的这种投射的工具，所以呢，在拥核的道路上，日本其实一直是在进行暗中的准备。那么这种暗戳戳的准备的动作，可能是掩盖在其他的项目之下。但是，一旦日本突破无核3原则，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这种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和强国。一错再错，小心玩火自焚。
军政平是谁啊？军政平是解放军的官方评论员。有人说了，这解放军除了说成语、唱军歌、画漫画之外，你倒是干点实事儿啊。所以这个视频下面一大堆阴阳怪气的嘲讽，就说明中国民间的压力那也是越来越大了。其实中国网友的这个推断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央视从常规一直到核威胁，连篇累牍的渲染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对中国的危害，或者说是对中国先发制人发起偷袭的一种警示，有作用吗？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有点这个道理的。我觉得可能有人说最近可能对日本这个局部的教训就要到来了，但愿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